端午前夕，龍舟教練葉仲明正喺度指揮住將埋喺河涌裏面近1年嘅龍舟起上嚟。按廣東習俗，龍舟將喺賽後藏喺河泥裏面保養，賽前再重見天日。42米嘅龍舟經過清淤、修補、上漆之後，將會完成競速。今日，葉仲明同慕名前嚟做夏令營體驗嘅美國老師傾完合作，就要帶龍舟隊去順德遊龍合練。太太楊秋明一早就準備好咗龍舟飯嘅材料。這個菜呢可以去水氣，去濕的。喺要求頂飽同去濕氣嘅主要原則底下，龍舟丁一直係龍舟飯嘅主角。主料肥肉丁炸出分油，配搭素菜翻炒，溝埋脂肪溶解嘅濃香。素菜好似從地裏面摘落嚟一樣清脆欲滴，鮮而不寡。5歲嘅泳彤唔中意爸爸划龍舟，因為一到端午節就會少咗好多陪伴。全部啲真係要解入有聲先可以練到咁喎。呢班舵手懷住敬意完成拜神祈福，80個大隻佬即將要開始第一次合練。廣東人將划龍舟叫爬龍船，爬嘅力度同節奏決定住速度。有80人，80個槳划下去要整齊、統一才傳統才可以跑得快。第一天合練還沒有達到往年的水平吧。農曆5月初1係正式比賽嘅日子，天啱啱光，葉仲明就開始忙啦。佛山各村龍舟飯同龍舟賽嘅準備幾乎係同時進行。村民中嘅烹調高手被揀嚟做主廚，雖然係流水席，但係依然遵循住本地菜講究嘅合時。夏秋菜式以消暑驅熱為主，因為食材本身鮮美，烹飪中極少用濃烈刺激嘅調味，火候亦掌握到恰到好處。清末民初，端午節嘅珠江水域就開始咗龍舟賽。今日30隻廣佛龍舟強隊同江競渡。2選1嘅淘汰制 PK 之後，葉仲明所在嘅隊伍成為賽道上最快嘅龍舟。呢個亦都令到隊員消耗咗大量嘅體力。食龍舟飯咧，就從清末民初已經係。我哋一直都維持呢個傳統習慣。串言主要招呼鄉親父老，最講究地道，本地生長嘅食材，就算簡單，有粗料精製嘅用心，一樣美味。燒豬係龍舟賽前8名必備嘅傳統獎品。
講意頭嘅廣東人，往往會喺春宴後競投燒豬帶返屋企，希望仔女好似龍一樣威猛矯健。河流縱橫嘅珠三角，端午節從來少唔到熱氣騰騰嘅龍舟菜同龍舟飯。各村菜式唔同，但熱鬧一致。睇住散去嘅隊員背影，葉仲明知道1年之後，大家先至會再相聚。桑基魚塘係順德人嘅糧倉，而海洋就係潮汕人嘅糧倉。喺潮汕有一種被稱之為米嘅美食，佢同樣源自於泥土，但係就唔喺陸地上。佢哋到底潛藏喺邊度呢？漁民阿莊每日朝早7點幾從屋企出發，出海去捕撈呢一種潮汕特有嘅米。它是生產在泥巴上面。原來呢種米係學名叫尋氏短齒蛤嘅貝殼，脫殼之後俗稱薄殼米。薄殼米肉質鮮美，係大自然賜予潮汕嘅美味。潮汕漁民大多數從凌晨3點開始捕撈，到上午已經進入咗衝刺時刻。阿壯喺船上已經4個幾鐘頭。落海嘅漁民唔帶任何護具，有啲甚至已經喺3-4米深嘅海底來回咗100幾趟。咁樣捕撈嘅日子會喺海上連續3個月。薄殼殼內長住一條連線到體外，好似潮汕人中意抱團一樣，幾十個薄殼捲連喺一齊，取得養分，抵擋風浪。撈起身之後，漁民會喺海裡面及時清洗，以可以等薄殼脫泥帶水。今年64歲嘅大澳村漁民鄭成鵬落海撈薄殼40幾年啦，靠撈薄殼養育咗1對兒女。屋企人經常勸佢唔好再上船啦，但係一到夏季，老井都仲係忍唔住要賺1日200蚊嘅辛苦錢。但係常年落海嘅漁民都患有風濕，聽力同視力嚴重受損。颱風威馬遜帶嚟咗雨水，採撈只能夠臨時中止。每天都要出來，除非呢12日颱風趕時間把它收起來，裝在口袋裡才是錢。漁民平時一次出海，通常可以採撈3-4千斤。返到碼頭，阿壯即刻挑選最新鮮嘅薄殼。差唔多隻斤啊！呢個差唔多隻斤。開病啊！所以點都要知，等於我殺親嗰啲就用開病，跟住偷黃片啊！交俾做咩錢啊？就係認知一趟嚟租嘅2直攤50斤，是當嗰次個嘅流能金薄嘅，冇貴嘅，租啲直攤50斤。幾個鐘之後，阿壯會將佢買嘅薄殼全部加工成薄殼米。阿壯將薄殼脫殼成米，沿用嘅係祖先流傳百年嘅傳統加工方式。成個潮汕地區只有澄海鹽紅有呢種傳統。佢
佢嘅餐廳係用竹製曲尺形嘅工具薄殼攪，通過攪拌令到薄殼脫落去絲。去咗竹絲嘅薄殼放入去滾水裏面，薄殼米脫殼浮喺水面，薄殼沉落鑊底。用點樣嘅火候煮薄殼，阿壯有自己嘅秘訣。就是陰陽化，這邊是會開的，那邊就不會開。一攪拌，它就肉跟殼自動分離。阿壯透露用嘅係荔枝木，燒起身有荔枝嘅果香。薄殼米煮得好唔好，關鍵係火力大細嘅掌握。打完薄殼米之後嘅空殼仍然殘存一啲肉碎，阿壯就叫個仔同侄仔一齊攞去餵雞。薄殼米雞只係副產品，啱啱出爐嘅薄殼米就最好食。阿壯同太太攞咗一啲返屋企俾媽媽做新鮮嘅薄殼果。女人聚喺一齊，將南瓜打碎，加入麵粉，捏成麵團，將用薄殼米調好嘅餡料放入去，大火蒸10分鐘，晶瑩剔透嘅薄殼果就新鮮出爐啦。講起薄殼最正宗嘅食法，潮汕人最中意配蒜粒、金不換急火猛炒。金不換學名九層塔，又叫羅勒，係西式菜裏邊用得最廣嘅香草。急火猛攻之下嘅薄殼出鑊啦，最高嘅境界係薄殼米熟咗，但係仲未脫殼，口感鮮嫩，汁液飽滿。金不換炒薄殼係阿壯餐廳最出名嘅招牌菜。兩少年，呢兩少年啊嚟呢個就我講，我開咗兩整車拉啊！今日係阿叔嘅生日，全家人唔怕遠，專程開車嚟到阿壯嘅餐廳，等阿叔食得開心。潮汕人對於呢個又平又好食嘅薄殼，中意到可以1日3餐當飯食嘅地步，所以當地人將薄殼叫做唔係米嘅米。第二日天都仲未光，阿壯又去海裏面撈米啊！廣東人嘅不時不食，唔單止仰賴水土嘅饋贈，更依靠住自己嘅智慧嘅創造。秋風起食臘味係老廣耳熟能詳嘅口頭禪。無論係中意傳統風味嘅老食客，定係中意嘗新嘅新人類，都可以喺品種豐富嘅臘味世界裏面得到滿足。臘味最經典嘅食法就係廣式臘味飯，煲到晶瑩剔透嘅油脂層層滲透到飽滿嘅米粒裏面，咬一啖，濃郁嘅肉汁喺嘴裏面熱騰騰咁爆開，香味撲鼻。而廣式臘味中最出名嘅就係臘腸啦。一到10月，女親善都要同爸爸一齊去到菜市場精挑細選製作臘腸嘅原料。前仔唔要啊，要烤腿啊！呢啲前仔唔係啊，夠啦冇啦攞落去就黏黏稠稠咁樣係最好啊！你咁識睇嘅啊！唔係叻啊！東莞高步矮仔腸臘腸嘅第4代傳人呂親嬋，中山大學外語系碩士研究生畢業。啱啱畢業嗰陣，同人合夥開咗一間快遞公司，年收入200幾萬。但係因為爸爸嘅身體狀況，2007年呂親嬋選擇接手家族嘅臘腸生意。開始都有啲無奈，有啲猶豫嘅。
咁後嚟越做開呢份工作咧，就發覺嗰個興趣係非常之大。3-4個鐘之內做完就最好噶啦，盡快入爐。呂趁禪堅持古法製作，通過清朝嘅《美味求真》一書，呂趁禪知道古人喺做臘味嘅時候會加入一啲陳皮。佢覺得食材嘅搭配試驗係等食物充滿奧妙嘅保障，而美味嘅背後需要嘅就係時間。最後決定是用15年的陳皮，結果做出來的香味非常濃。肉按照肥瘦比例混合，加入精選嘅陳皮、汾酒同豉油，充分攪拌，再灌入腸衣，就係臘腸嘅雛形啦。這個程序是扎針，然後方便在整個晾曬的過程中透氣和排風。因為我哋係矮仔腸以短小粗壯而出名嘅，咁我哋就將佢綁成大概係4-5公分一截。我哋用100斤嘅豬肉，咁最後做翻出嚟咧，只有60幾嘅臘腸嘅啫。廣式臘腸俗稱風腸，因其製作講求風熱而得名。做好嘅腸要先烤2日，烘乾當中30%嘅水分。呢個屬於規模生產，點樣喺標準化下唔喪失傳統風味，係呂趁禪所重視嘅。做臘腸前面嘅60個鐘係至關重要。呢啲臘腸入咗爐有6-7個鐘㗎啦，依家需要轉腸，由尾嘅掉翻頭嘅。做臘腸嘅調料中最重要嘅就係豉油。呂趁禪聽講增城有家手工豉油廠，淨係晾曬就超過半年，可以激發臘腸嘅鮮味。於是佢就登門拜訪。這個已經曬足了180天了。如果現在出的話是頭抽的，那你試一下這個產品的味道吧。好。很濃的吃香味。氨基酸肽氮值大概有多少？有1.0以上。每次有咗新產品，呂趁禪一定會揾啲朋友過嚟試食。希望大家嘅熱愛同挑剔可以對產品改良帶嚟幫助。一粒咁大粒㗎，放喺個轉頭俾佢一爆嘅時候揀過咧，使個口腔啊、齒頰啊、味蕾都受到飽和嘅刺激，呢個先至食臘腸嘅嗰個主角境界。爆嘅感覺。傳統美味嘅背後，既考驗天賦，亦檢驗耐性。呂趁禪希望此生將做好食嘅廣式臘腸呢一件事做到極致。矮仔祥傳承到我這裡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，我正在努力讓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嘗到這種既傳統又美味的食品。